因为营业到此结束。盘点那些卡点下班的大熊猫。沈阳森林动物园有一对熊猫龙凤胎，就是姐弟变兄妹的普普和发发。这兄妹俩下班都很积极，普普的生物钟特别的准，每天下午4点20下班，他都会提前几分钟坐在门口等着。如果饲养员没有及时来开门，他就站起来把门砸得哐哐响，一副这破班谁爱上谁上，老子1秒都不多待的架势，感觉这个铁门都快被他砸出一个坑来了。而他的双胞胎妹妹发发，在变成女孩子之前也特别的豪放，不仅玩粑粑吃青团，整只熊都是风风火火的。下班时，饲养员还没把门打开，他就着急往屋里挤，奶妈那是劝都劝不住。不过现在发发变女孩了，确实优雅了不少。奶爸奶妈为了给发发证明，在发发10岁生日会上送了他一条东北澡堂子风的小吊带。看来东北的洗浴文化还是传到了熊猫圈。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普普的前男友发发的前姐夫金虎也特别着急下班，奶妈只要把门一打开，金虎就会摇头晃脑的跑回来，开心的耳朵都在跳舞。有时候门还没打开，他就开始往里挤，这架势和发发简直一模一样。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卡点下班的大熊猫呢？谁能想到曾经勇闯狼窝掏狼崽的基地之花北川，如今却被一个熊孩子欺负得快哭了。起因是他的小外孙荣硕不仅打翻了他的小饭桌，还冲着他挑衅似的兔子跳。当时的北川委屈极了，眉毛都皱在了一起，感觉下一秒北川都要哭出来了。曾经声名远扬的熊猫界女侠，竟然还是败在了带娃上。如此看来，这娃还真是谁带谁崩溃。大熊猫妈妈也逃不脱这个定律，不带娃时候的北川独自美丽，现在被气得嘴里的竹子都不香了。如今的北川虽然已经18岁了，但他看上去还是十分的幼态，就像一个奶娃娃。看到他委屈巴巴的样子，隔着屏幕都感觉心要碎了，甚至都想把荣硕那个小崽子揪过来，让他给外婆道歉。荣硕是北川的大女儿川仔的孩子，他现在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北香果。因为北川之前不会带娃，还曾不小心把北霞的手臂划伤了。他生的前2胎的3个孩子都是由干妈带大的，川仔小时候还被萌萌带过一段时间，也算是北洞影后的干女儿。北辰和北霞则分别由艾丽和季丽干妈带大。俗话说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今年6岁的川仔也不会带娃，北川当年逃过了带川仔，现在却要替女儿带外孙，果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现在小荣硕掀他小饭桌，他也不敢告家长，因为他怕川仔回怼一句你活该，所以打也打不得，告也告不赢。北川只能委屈自己了。把木鱼喊回来，把木鱼喊回来吧。盘点那些普通话10级的大熊猫。大家都知道东北人很爱唠嗑，没想到东北的熊孩子也那么能唠。目前生活在吉林长春熊猫馆的初心和奶妈的日常对话那是字字清晰，句句回应。奶妈给初心喂小苹果，初心吃得很开心。好吃不？好吃啊，好吃多吃点啊。吃吧，吃胖胖的啊。在外场玩雪玩得正嗨的初心，听到奶妈喊自己名字，便立刻趴在围墙上探着头回应奶妈。初心，哎，看不着你。初心。而当有人问他是初心还是暮云时，即便他都走出很远了，也不忘给句回应。你是暮云还是初心呢？初心呢？虽然初心和暮云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玩伴，但2个小家伙的性格却是截然不同。初心生物钟很准时，到了下班点就会主动来到门口等他回家。暮云则喜欢拖堂，每次都要喊他很久。有一次初心又早早的守在门口着急下班，但奶妈说暮云还没回来要等他一起，于是让他去喊暮云。暮云呢？把暮云喊回来，把暮云喊回来吧。结果初心真的能清晰地喊出暮云的名字，这普通话标准的程度和他远在大连的叔叔金虎有的一拼。金虎可以做到无障碍和奶妈对话。我喜欢友友，说喜欢友友，说喜欢妙音。哎呦我天哪！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妙音呗？哎呀，喜不喜欢飞云？啊？因为王雪奶妈总喜欢逗金虎，所以金虎还会和王雪奶妈吵架。哎呀，刚才说你了，刚才谁说你了？果然金虎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，他都能接得住。
怪不得有传闻说，当年计划让金虎参演一部电视剧来饰演飞云的老公，结果在对戏的时候，演员说一句台词，金虎就嗯一声，而且他还不挑人，哪个演员说话他都嗯，把导演都嗯无语了。最后只好让妙音女扮男装顶替他，而他的好外甥萌兰从小也是个嘴炮，一群小熊都在等吃的，就他叫的最欢了。回来了，你穿咋了？据说因为他话实在太多，小伙伴们嫌他太吵，还曾把他推进沟里。萌兰也可以和发姑奶爸无障碍交流。60多斤啊！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来，胖娃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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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还知道哪些语言天赋异禀的大熊猫呢？小五又换新车了。小五不愧是年仅1岁半就有半年驾龄的老司机，这方向盘打得可太溜了。而且金主爸爸还贴心的给小五配了个锦衣。只是莽四儿开着敞篷车去执行任务的话，还是略微有些太招摇了。昨天奶成加班到半夜，给小五安装新车，师傅的手电筒的灯光把隔壁露营的可可都吸引过来了，好奇的趴在玻璃上看三姨家院子里又在忙活啥。今天一大早，饲养员就端来了豪华的大蛋糕，这下莽妞妞又要笑得合不拢嘴了。小五一出外场就发现自己车变了，还特意看了一下车牌，确认是自己的车没错后，便迫不及待地爬上车来检验一下自己新车的性能了。小五把方向盘打得飞起，先是用双手转，2只小手倒腾的可快了，接着小五又单手试了试，感觉手感也不错。最后他甚至站起来用脚也转几圈，看得出莽四儿对自己的新车很满意。而莽妞妞根本无心豪车，从出场就坐在大蛋糕边开心的吃起来，一手拿一个冬笋，看这小模样就知道已经吃美了。莽四儿匆匆的拿了一块胡萝卜，就又爬上车，躺在引擎盖上当起了车模。这小模样看着还挺妖娆。据说小五这辆新车价值20多个 W， 只能说金主爸爸真的太宠了。壮爱轮胎飞云喜欢小白象，盘点大熊猫那些爱不释手的阿贝贝。大家都知道飞云曾经有一只心爱的小白象，他走哪抱哪喜欢的不得了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抱在怀里，感觉自从有了小白象，飞云笑得都更甜了。然而就在某一天，着急下班的飞云抱着小白象坐在通道口亲亲又抱抱，等累了就把小白象放在了地上。后来等他回家的时候却忘记带走小白象，而和飞云同用通道的金虎在下班回家时发现了飞云遗落的小白象，这种聊闲的机会金虎肯定不会放过，不仅在把玩的过程中一个手滑把小白象摔地上，最后还贱嗖嗖的叼走了。第二天奶妈把飞云的小白象拿回来放在他的椅子上，结果飞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并没有去动它，后来又反复闻了闻确认一下扭头就走了，内心 OS 什么臭男熊动过的东西我不要了。现在奶妈又送给飞云一个新玩具，他也很喜欢，飞云这次可一定要保护好它呀。与飞云的软萌不同，壮壮小公主更偏爱轮胎，每天都把轮胎套在身上，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有网友说壮壮这个造型可比萌妹更像门卫，壮壮每次套取轮胎都是轻轻松松，有时候甚至还加大难度，一次套2只，他真的把轮胎爱到骨子里了。也有网友说壮壮这是引领潮流的新时尚，这轮胎就相当于一个宽宽的束腰，这样一说感觉壮壮走路都像在走模特步呢。而秦岭的党生则是每天抱着他喝盆盆奶的铁饭碗不撒手，整天一副奶不醉熊熊自醉，还想再来300盆的感觉。党生真的把不锈钢盆当成了他心爱的阿贝贝，上树的时候要带着，睡觉的时候要抱着，结果睡梦中不小心把盆盆蹬下木架滚进水池里，党生还会立刻起身去水池里捞他的阿贝贝。而胖大海的胖大鱼至今已陪伴了他4年之久，一个布置玩具能在熊孩子手里活过4年，可见胖大海有多爱他。虽然上面有很多的补丁，但多半是乌鸦搞的破坏，胖大海只会对他的胖大鱼亲亲又抱抱，即便都盘包浆了也还是会视若珍宝。其实胖大鱼最开始是深蓝色的，只是时间太久有些褪色。胖大海虽然长得憨憨的好大一只，但内心深处还是温柔细腻的，或许他认为胖大鱼对他有着非凡的意义吧。